燕王军队中了埋伏，魏国公大胜。好，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呀！前方若有什么动静，随时向我汇报，尤其在抓住燕王之后。是。殿下，我们上座歇息吧。好，稍作休整，原地休息。慢点，来，慢点。夏薰，你伤口还在淌血，撑得住吗？殿下，你放心吧。我夏薰天生秘医，死不了。是本王思虑不够。情敌呀，以火药之力埋伏突袭。我说这李景龙怎么突然变得聪明了？原来都是我那大舅哥出的好主意。原来这宫里派来的这位副将是魏国公。到了，我们终于到了。是王爷，王爷回来了！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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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，到了！殿下，哎，我们安全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夏薰，快叫军医！军医，军医，快传军医！传令后队人马加速前进，明早前务必赶到。天明时分，本王要与那李九江决一死战。是。启禀殿下，夏薰已经醒了。是吗？那让他好好休息，本王一会儿就去看他。可是他一醒来就要找纸和笔。找纸和笔做什么？他说他要赶紧写信给潜伏在明军内的西门庆和纪纲，让他们密切关注徐辉祖的一举一动。他们是殿下的自家人，对殿下甚为了解，殿下不可不防啊。哎，那去告诉他，让他先别想这些了，书信回头再写也不迟。他这几日为了保护本王受了伤，又操劳过度，一定要好好歇息才是。是。
啊！李景龙死了！兄弟们别打了，撤！快走！莫非是中了埋伏？传我命令，即刻收兵！你说老子死了，不许跑！给我顶住！顶住啊！都不许跑啊！夏老弟，参见殿下。参见殿下。二位兄弟辛苦了。二位将才，此番一战，立下头功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，本王全都满足你们。真的吗？我想要那个。为殿下做事是我等的福分，哪有讨赏之理？好，来人，看茶，坐。夏玄，白河沟一战，你誓死保卫本王，功不可没。可惜，这一仗还远远没有结束。的确，李景龙战死事假，他本人目前正在逃窜，我们应该乘胜追击，将其擒获才是。李景龙率领那些残兵游勇逃往济南了吧？殿下，夏寻愿前往济南方向，捉拿李景龙。伤不碍事了吧？只是些皮毛而已，不打紧。好，本王命你即刻启程，擒获那李景龙。夏寻领命。夏寻，夏寻，你个大骗子！夏寻，谢姑娘，季大哥，夏寻他去哪儿了？夏兄奉燕王之命前往济南捉拿李景龙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这么快就走了？谢姑娘，你不是和彭姑娘在飞龙密蝶的据点，怎么独自一人过来了？西门庆他去找彭姐姐了，我是听他一说才知道夏寻要离开德州。夏兄走的确实有点着急，但是抓捕李景龙事关重大，不可错过时机啊！这个骗子，他跟我说了打赢了马上就会回来找我的。谢姑娘，你别生气嘛。季大哥，你知道夏寻行动的路线对不对？你该不会是想……季大哥，你带我去找他吧。前方战乱，到处都是官兵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季大哥，你就带我去吧。我知道你武功高强，我们不会有危险的。你带我去找他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但是我们去找夏兄，必须速去速回，以免徒生枝节。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谢谢你啊，季大哥。来，我们拉钩。拉了钩之后就不可以反悔了，如果谁反悔了，就是小狗。好吧。玉，小哥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本官看你等神色慌张。哎呦，官爷，不好了！燕军打到德州去了，德州没守住，曹国公率领将士是且战且退，正往这边撤呢。赶紧逃吧，迟了就要被燕军抓到了。调转车头，让所有军粮押送回济南府。铁大人，咱们并未接到曹国公的军令啊！要是就这么回去，咱吃罪不起呀！何不继续前行，等迎上朝廷的人马之后再退也不迟啊！一派胡言！到那个时候，人可以走动，这些粮食怎么办？难道要全部供给燕军吗？德州还没到揭不开锅的时候。听我的命令，调转车头，返回济南。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由我担当。是。传铁血大人号令，立即掉头。哎呀，铁大人，你不是押运粮草去德州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盛都督，大事不好！曹国公大败，德州失守，败军正向我济南城赶过来，燕军紧追不舍。我等当速速召集人马，部署惩罚。什么？这
谢姑娘，这里这么多人，不安全，你确定要进城吗？我确定，我一定要找到夏雪。好，我陪你。赶快调集人马，疏散街道。参见大人，城里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，咱们的人手根本不够用啊！燕军来了！燕军追来了！燕军来了！下令封城，不能再放人进来了。都督，城门根本关不上啊！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放箭！放箭！没事吧？金大哥，我先进去了。谢谢，去找夏兄，小心，保重。我说这吴大头还没回来。哦，他去城中警部打探消息去了。我知道，这不是等他的酒吗？大人的剑法简直是出神入化，一剑刺穿了这2只野鸡的四目，简直神了啊！是啊，神了，是啊。这个剑术啊，不仅是用来杀人的，以后要多加练习。大人有所不知啊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平时在外不分白天黑夜，一有空闲都想回家陪陪老婆孩子呀。哎，夏大人，您年纪轻轻又一表人才，想必仰慕你的姑娘肯定很多吧？哼，这个真心喜欢的人呢，不需要多，只要有一个就好了。大人，您喜欢的姑娘长什么样子呀？那自然是闭月羞花，美若天仙了。哦，大人，大人，来，大人，大人，您看谁来了？闭月羞花，美若天仙。你就那么讨厌我吗？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板着个脸。你要是真这么讨厌我的话，我现在就走好了。真是，我走了。混蛋你！为了找你，我差点被乱箭给射死啊！你还在摆脸色给我看是不是？就是因为危险我才生气啊！你说万一你有了什么闪失，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？夏雪，夏雪，你记住，我永远不会是那种在家里乖乖等着你回来的女人。我是那种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去找你的女人。啊！走了。哎，我说掌柜的，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哎，我说徐老三儿，你也不瞅瞅这包子蒸出来一屉一屉的，根本就不够卖。再说了，现在吃包子人多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再说你是城里头人，你家有锅有蒸笼，想吃又嫌贵，为啥不回去自己做呢？哎，我说燕军围个城，还把你这个卖包子的给拽起来了。本来想图个省事儿的，得，我不买了，我自己回家蒸去。不买拉倒，走了你！哼，包子。这燕军围城，恐怕这城门一时半会儿是开不了。这才几个时辰，包子就涨价，看来我必须早做准备才是。谢谢。这一个包子2文钱，我给你1两银子，你可以买到几个包子？要是别人去买的话，大概能买500个包子吧。要是我去，至少能够买到800个包子吧。我可以买1000个包子。嘿，不可能！
我先买100斤面粉，我把剩下的钱和100斤面粉都给他，让他给我做1000个包子。你说他愿意吗？这样，你用同样的方式，我给你10两银子，囤积越多的食物越好。恐怕这城里啊，马上就要开始闹饥荒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，放心好了。走吧。走吧，我们去前面吧。幸亏铁大人押运去德州那几百车粮食又带了回来，这府库才稍微充盈了一些。可是，一旦燕王不肯退却，而是围城攻坚，这些粮食最多只能维持10天。10天。燕王自起兵以来，少有攻坚之举。他打大同，也是一沾即走。依本都看来，他或会攻我济南，然而数攻不下，却未必就会长久僵持。再者，朝廷总会派兵解围的。盛大人，何必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守一城，撼天下，以千百就近之卒，战100万日资之势，一遮江淮，举恶其事。天下之不亡，谁之功也？铁铉愿与将军效唐之张巡，身与诚死，以报国家。铁大人说的是，不管敌强敌弱，我等当死守济南，以报国家。好，有盛都督这句话，我济南文武同心同德，料得他燕逆也断难占到便宜。铁铉愿与将军歃血为盟，人在城在，人亡城亡。好。好了，您慢走啊。掌柜的，麻烦你看一下这块玉能换多少粮食，能换多少换多少。哦。这位姑娘，看你这块玉的成色，都可以直接买下这整个店了。我不要你的店，我要粮食。好，我给你去装米。我说这位姑娘，这燕军现在只是临于城门下，打完了仗，他们人肯定要走啊。你囤积这么多粮食，这是不是有一些杞人忧天了？就这么一袋啊？这些已经是所有的存粮了。运货的伙计被关在城外，进不了城。不止我这一家，其他的粮米店还不如我的存粮多呢。谢谢。好，你慢走。如今府库余粮还有多少啊？府库余粮还可供官兵食用3个月，但这是按照现在每日1餐的用量来计算的。缺兵缺粮，外围兵马迄今不能对燕军实施足以构成威胁的攻击。也不知燕军还想困城多久。二位大人，有何建议啊？大人，锦屏城头守军已经无力守城了，现在必须得招募城中精壮甚至妇孺上城据地。守城嘛，和行军打仗不同，只要有把子力气，搬得动滚木雷石就行。搬不动滚木雷石，只要能泼汤金水就行了。当然了，要想招募精壮，必须得管他们吃饭。咱们现在的余粮，老板，给我一点米吧，我把家当都给你。我还有好几个孩子，我们都快饿死了。我这边米全卖光了，已经没有米卖给你了。你快走吧，走吧。你去那边，那边有个活菩萨姑娘，每天都在施米施粥。我们这些人啊，全都是靠她接济的。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在哪边？就在那边。谢谢老板。这些天，我一直坚持巡城。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百姓因为没有食物吃，而被活活饿死。官府的赈粮
会由百姓组成的巡街队和清扫队都已经停了。现在城中是饿殍遍地，臭气熏天，人都饿得走不动道，哪还有力气为你做事？两位大人，照这样下去，唯一的结果就是全城拖垮，玉石俱焚。所以，我想出了一个不得已的办法。哦，铁大人请讲，请讲。要想守住城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集结全军民的粮食，统一发放，军人优先。这和现在有多大区别？有，全城富绅和大户人家都藏有许多粮食，只要把它们全部搜集出来充作军用，那么高大人，你就能募集精壮去守城了。这么一来的话，那些守不得城的百姓怎么办？那些交不上粮食，又不愿上城墙的，一概给我赶出城去，留着他们在军中，就是与君抢粮。恐怕燕王不会遂我所愿。一旦遣放百姓出城，燕王就会明白我们的用意。如果他拒不放人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咱们本该承担济南守土之责，却反要令得济南的父老死在城下不成？给你，谢谢姐姐。不客气，给，拿好了啊。谢谢。你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明天这个时辰呢，我还会在这里给大家分粥的。谢谢，谢谢姑娘。姑娘，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，您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儿？谢姑娘，这是你今天仅剩的口粮，给了他们你吃什么呀？我喝粥啊。不行，昨天的干粮就是被你这么送走的，前天也是，而且你已经喝了好几天白粥了。你每天这么辛苦的在这里施粥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你身体会垮的。是啊。我不要紧的。姑娘，我听那边米铺伙计叫您活菩萨姑娘，您可真是活菩萨下凡呐！是啊，救苦救难。各位，什么活菩萨呀？我是嫌自己太胖，喝几天粥呢，清瘦一些，才好看啊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只怕这夏大人就嫌你不够胖吧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，来，干粮给你，带回去给孩子吃啊。谢谢。再凄惨，能惨得过睢阳的张巡吗？张巡将军为了守城，连自己的爱妾都杀，城中的老弱百姓一并杀了，作为军粮。难道他愿意这么做吗？还不是为了保住睢阳，保住江山社稷吗？济南贯通南北，一旦燕王得手之后，势必会让燕王士气大涨，这样燕王就多了对抗朝廷的大本钱。所以，我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都不能让这济南城流失。死一小部分人，保一大部分人，毁一座济南城，保皇上的江山社稷，这是值得的。将这些百姓流放出去，也是给他们一线生机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和燕王比，比什么？比谁狠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前几日燕王攻占南城门，险些攻破，幸好我当时巡查到那处，要不然的话，济南现在已经攻破了。我后来回去仔细想想，越想越不对劲。燕王是怎么知道南城门守卫薄弱的？那大人的意思是，济南城有燕王的奸细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必定要将奸细抓出来才行啊！那是如此，我早有一计。殿下，济南城开了一道城门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放出了一批难民，都是一些老弱病残、饿得瘦骨嶙峋的人。传我命令，生火做饭，安抚百姓。末将遵命。谢谢谢谢。
诸位，请问你们在城里有没有看到一位姑娘？差不多这么高，穿着素色的布衣。没有。给我加点。谢谢。殿下，城里刚刚又放出了一批难民，这铁炫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殿下，咱们军营之前是10天运一次粮，现在是5天就得运一次了。我明白了，本王明白了，这铁炫是在消耗咱们的物资，他希望咱们弹尽粮绝。传令下去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许再放一个难民进营。是。禀大人，济南城被困2个月之久，据探子来报，城中早已饿殍遍野，死伤无数，惨不忍睹。确认夏寻已经被关在城里了？绝对没错，我们数个密探一路跟随他来到济南城门口，亲眼目睹他顺着人群进了城内。那按这个情势来看，夏寻应该已经死在济南城了，就算不死，也是奄奄一息，搞不出什么大动静。你把那边的人撤回来，集中护卫金陵。是。如今整个城中闹饥荒，树皮都已经被人抢光了，大家就先吃一些这个吧。大人，我打探到消息，李景龙在城中一个隐秘的小院中养伤，而且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咱们当时进城的时候，城里面人员混杂，却打探不到李景龙任何消息。可如今城中闹饥荒，家家紧闭门户，突然之间冒出李景龙的消息，还如此的具体。那大人是认为这里头有诈？大人，今天粥不够分，百姓们饿极了，一哄而上，把粥铺都给砸了。谢姑娘又稀又急，加上1天粒米未进的，一时昏了过去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不能让大家跟着我饿死在这里。李景龙的消息不知是否属实，我先去打探一下。你们留在这里等我，随时准备接应我。还有，帮我照顾好谢公。是。来。
我拿下！是。夏大人醒了，这烈酒加盐水还真有效果呀。你们锦衣卫男司成天琢磨这些折磨人的东西，现在用到夏大人自己身上了，感觉如何呀？你想说什么？铁大人，这加了我口水的盐水，你感触如何？夏群，好，你有种！来人呐，在，给我接着上香。是。哼。启禀大人，夏群受不住刑，又晕过去了。他招供了吗？没有，一个字也不肯说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人是铁打的不成？受了这么重的刑，居然一句都不肯吐露。夏群是锦衣卫出身，什么样的酷刑他没见过？恐怕就算是我们活剥了他，也别想从他嘴里掏出一句有用的话来。那索性就杀了他，将他的尸首挂在城门上，也好震慑燕王。哎，那是后话。我还要利用他做一场戏。来人，在，去全城各处张贴告示，告诉全城的人们，明日5时，夏巡当众处斩。是。大人高明。快20天了，夏兄、谢姑娘，你们千万要挺住啊！谢姑娘，谢姑娘留步！谢姑娘，夏大人临走时吩咐我们，一定要照顾好谢姑娘你啊。他也说过，他先行一步去查看，你们在外面接应他。他现在音信全无，你们几个为什么还在这里？吴大头他们已经带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恐怕凶多吉少。我们2个是负责保护谢姑娘你的，绝不能再让你出什么事了。那好，既然你们几个是负责保护我的，那你们几个就跟着我去救夏巡。不行，那太危险了。谢姑娘你绝对不能去。是啊，让我一个人去吧。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还没回来，那就是回不来了。你们千万不能再去送死啊！好，好什么好？现在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，已经一个人都不能再少了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几个一起去找夏巡。与其待在这里胡思乱想，不如现在就出发去找夏巡，去确认他的生死。是。这东西是干嘛？里面是走开！走开！别抢！别打了！都别打了！快给我住手！你没有看到他的孩子还在那边呢，他们就快要饿死了。走走走！我孩子都好几天没吃饭了。滚！谢姑娘，谢姑娘。夏巡，明日处斩。好好吃最后一顿饭吧。
你们曾经也是锦衣卫，且不说共患难，也不至于每次都抢我的东西吃吧？揍他！住手！夏大人，你们锦衣卫真是同则情深。铁大人，这又是来讨我的口水喝了。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来人，是。别动！你要做什么？老实点！铁血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夏大人神情如此的紧张，想必是猜出来。既然猜出来了，那又何必多此一问？还是节省点口水吧。夏雪，你记住，我永远不会是那种在家里乖乖等着你回来的女人。我是那种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去找你的女人。谢谢。子期，子期，金刚，我问你，今天飞龙密蝶送来的情报是什么？你都知道了。铁炫要出寨下巡，你竟然敢瞒着我！若不是我逼问西门庆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是燕王吩咐的，怕你们担心。这样我更担心。子期，你先等季老弟把话说完。还说什么啊？夏巡和谢谢一起在城中，如果夏巡问斩，谢谢他肯定也有危险。燕王已经在想办法了。想办法？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办法？你们不去，好，我去。我就不信彭子琪连一个小小的济南城都进不去。子期，你先冷静点，就算你要进城，也要从长计议。你要是怕死，就别跟来。是，我是怕死，但我更怕你死。你这样冒冒失失的行动，不但救不了谢谢和夏巡他们，就连自己都会命丧在敌军之手。你这样与送死又有何意啊？那就路上想，想好了再进城。等一下，我不能看着你们两个去送死。你给我闭嘴！彭姑娘，你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怎么个不客气法。这是燕王大营，一切得听燕王的安排，容不得你在这里放肆。来人！大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看住了。如果他们离开营帐半步，军法处置。是。金刚。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寥寥星光。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听风望远方。月下离舟上，3000夜未央。千场梦。曾朝朝暮暮，连
漫天风沙将着你的模样，此去后天涯路两茫茫。爱恨醒了，散了，似流沙，你我聚了，忘了几十年华。是是非非，曲断情长，天各一方，难相忘。谁知女儿痴，谁知女儿泪，谁知女儿心为了谁？谁知女儿情，谁知女儿悲？红颜一梦，今世为谁醉？倾尽一生。